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卡莎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卡莎的话，AD 装备啊，就是那种暴击流出装的话，已经被削的有点厉害。那现在的话，它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出法，就是前期为了保证一个输出啊，做火炮，然后一个输出环境。后续的话，第二件直接做那个混伤的那个借攻，既有霍甲，也可以啊有法术伤害，然后就去做那种装备特效流，最后做那个破败的话，也是为了啊增加一个续航，还有就是打热能力。卡莎在前期没有进化 Q 的时候是很难说打得过谁的，但是我在昨天排位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玩一个侠的队友，然后路人竟然能在一级的时候被卡莎单杀，这也是很绝。这里的话，闪现接过来 A 掉对方的，但是好像跑不掉了。所以尽量早点回去。主要是确实是没技能了，只要对面进一直追的话是拉不开的。哦，打野这边被反了，木木没有蓝了，木木没有蓝的话还上吗？但是补了个 Q。打死了对面的打野，拿到个蓝 buff 还是蛮不错的，一技能加速追上来接 A。木木的话没办法，木木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他是那种要么纯法，要么就是肉，他的上限就在那里，除非他的上限就是大招能大5个，这就是最顶级的上限了。然后 Q 能把中。破败的话，好像是在金币上面增加了，所以偏贵了。如果前期做破败的话，其实性价比并不是很高。像现在6分钟必须有一波团战的情况下，就保证自己这边必须得一件的话，必须得3000或者3000以内，3200的话会卡一波兵线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是没办法在6分钟之前做一套的。有优势的话就可以，就是特别大优势的情况下，就是不会卡装备。什么叫卡装备呢？就是你差点钱回去，你不回嘛又不行，你回了嘛，你回了的话是吧？那你就做不出那件装备，叫做卡装备。这样的话，对方可能想来越塔的，对面的血量还是比较健康，看机器人敢不敢？机器人想勾到再越吗？那这样的话，兵线不允许了。其实他现在勾的话不是很健康，兵线已经没了，反倒是被抓到个机会，接闪现，接平 A 掉对面射手，拿到双杀。木木赶过来，这样的话3打1完全可以打的，3杀到手。
只是刚刚有个小失误了，就是等他交完闪再打过去。不过交闪现把他打死以后啊，还是最后一下 A 出来了。有了强化 Q 以后的那个伤害会高很多，这消耗能力就提升很多了。但更多还是利用火炮的这个远程一个消耗。这里打一个小的 AOE 消耗，打野过来的话，其实不应该这么绕，应该往那边绕才能打得到。这里的话 ，W 又被小兵给挡住了，不然可以飞过去打一套的。比较可惜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看看能不能辅助直接扛塔啊！兵线进塔了，直接秒掉，再把这个射手啊那个机器人给收掉。这样的话，想抢一塔，一塔的话是有350块钱嘛。完了，还是被对面先拿到吗？哦，没有。这拿想抢一塔，但没抢到。第一件巨攻的话，其实酒后哥这边就说了一下，有一把直接先做了借攻，就是伤害打的挺爽的，但就是刷的挺爽的，就是清兵那些，但伤害的话，还手感上面没有火炮那么舒服。火炮的话，主要是有额外的 AOE 伤害，还有能让自己暴击。像峡谷制造者的话，第4件是最舒服的。如果第3件峡谷制造者，你第4件其实做巨攻飓风罗安娜飓风的话，反倒是感觉有点卡手。这里上来打一套，我天，在塔边来回拉扯。这里飞过来有个机器人接了控制，那这样会引燃烫死了。最后 W 可惜，但也还好，机器人吃了大头，没有让对面的射手吃到。哦，这里这纳尔很细啊，利用那个位移技能挡大招。像这一套有个不好的一个点就是这里的话被抓到机会打了一套，还好卡莎的话有一定的坦度。这个英雄本来就有点砍多啊，不像有一些只能在后面输出的一些英雄，因为卡莎的话，它的英雄设定就是要冲上去打一套那些的。这一套唯一不好的就是你做不了减治疗，必须得让辅助或者说其他英雄帮忙做，所以你
单人遇上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好，就没那么舒服的。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套出装的话，刷兵很舒服。就是你第3件罗安娜的话，你可以更快的做出这个峡谷。如果你先做峡谷的话，其实刷的兵线的话就没那么舒服了。对面进还想着有人偷收呢，这样的话有大招。对面拉过来，反倒是自己死了，不如不拉卡莎。这样子养卡莎的话，其实直接起飞了。这里上来直接秒掉后排。就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打镜，现版本的镜啊，现在又有卡莎教你如何打镜。哦，这里辅助 A 没 A 到那个果子，那下平内 A 到对面身上了。那这样的话大龙有了呀，对面这样子抓。就你可以看到这一套的话，攻速那些都很舒服，而且 AOE 的话，平 A 也有 AOE， 然后 Q 技能，基本上操作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刷兵线很舒服。好了，这样的话，其实准备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割阶段了。这里把上路带一下。中路和上路啊，这里纳尔过来了，纳尔的话是打不动的，飞过来一个 Q 收掉，可以尝试1打4了吗？纳尔远程做到一个那个娜美做到一个远程支援，算是前期的一个1打4，可以的，太帅了！看到没有，这套出装猛不猛，强不强？只要你不知道控制，你就是无敌那个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一波了。对面塔有护盾也没用。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